自古以来，凡是在江湖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人，往往都在朝堂里有背景的。同样的逻辑，人类有史以来，凡是在人间取得一定成就的人，比如艺术家、科学家、诗人、政治家、企业家、改革家等等，往往都在天上有背景，很多都是天生派下来历劫的。像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这些名著写的全是神仙下界历劫的故事。这些小说之所以经典，是因为作者站在高维看低维，站在天上看凡间，人间就是天庭的监狱，那些在天庭里犯了错的人都被关押到了这里，成为凡夫俗子。所以上帝说，你们每个人都有罪，至于要关多久，就看你自己的改造了。有的人开始诚心修行，在人间积德行善，赎罪成功，下一世就会回到天庭。有的人修行不够，或者犯的错太严重，被关押一辈子都不够，就会不断地在人间轮回，不停地接受改造。所以佛曰，众生皆苦，做人就是要受罪的。当然还有很多人沦落到了人间，依然不思悔改，反而在人间继续造孽，那么下一辈子就会被继续打入畜生道，或者打入地狱六道轮回。至于你下辈子在哪个道里，就看你的改造了。畜生要修行几百年才能成为人，人要修行很多世才能成仙，就像游戏里的打怪升级一样，我们要经过累生累世的修行才能升级。有的人不刻苦修行，反而偷偷地寻找各种捷径，比如求神搞鬼，迷信各种魔道，这就叫越狱。这种人必遭天谴。天庭为了管理世间的这些囚犯，也会经常派人下来。比如有的人是来传道的，目的是为了感化这些囚犯，这就是布道者。有的是用来管理人类的，这就是政治家。还有下来为人类发明创造的，比如科学家、艺术家等等。古往今来，凡是在人间做出了不起成就的人，基本上都是天生派来的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会回去。《红楼梦》《金瓶梅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封神演义》《聊斋志异》等这些名著讲的全是这些人的故事。比如《金瓶梅》的一开始描写的并不是潘金莲、西门庆、武大郎之间的故事，而是写的是吕洞宾修仙的故事。吕洞宾之所以能够成仙，是因为他克制了自己的欲望，过了名利关，所以才能成为神仙，过着最逍遥自在的生活。而像普通人为什么成不了神仙，就是因为欲望太重，业障太深，积德行善又不够，所以只能一次次的在人间轮回。纵然有名有利，但是依然摆脱不了痛苦。最典型的就是西门庆，金银财宝、名声地位应有尽有，而且一生风流，但是最后的下场依然很惨。
躺在床上像牲口一样叫唤了3天3夜，然后死去。再比如《水浒传》，其实完全是一部喜剧，而不是一部悲剧。普通人读这本书，总是在读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很伤感，因为梁山好汉纷纷喝了毒酒而倒下。其实这并不是他们生命的终结，反而是彻底的解脱，因为这108将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开始回到天上去了。《水浒传》开头就说了，108将的前世是天上的36天罡星和地上的72地煞星，因为36天罡常与76地煞联合行动，去降妖伏魔，所以这一次他们又联手到人间完成一次任务，也算是立了一次劫。他们这次下界的任务就是征讨方腊，因为方腊一直用旁门左道来迷惑民众，他假传自己得天福địa，就是打着天上的幌子去干坏事。他甚至要颠覆孔孟思想，简直是大逆不道。天庭看他不惯，要派人收拾他。宋江是这次任务的领头人，他有一次做梦9天玄女传旨意，就是告诉他要带来大家完成这次任务，然后就可以回到天上了。宋江知道自己的使命，因此梁山的旗帜是替天行道。108将聚齐之后，宋江义无反顾地接受招安，然后带领大家征讨了方腊，最后一起喝了毒酒，带领大家回到了天上。所以为什么《水浒传》里面这些好汉都是大口喝酒，大口吃肉？因为他们之前在天上过的就是这种潇洒日子。再比如曾国藩，据传是蟒蛇转世。嘉庆16年1811年10月11日深夜，曾国藩的曾祖父做了一个梦，一条巨蟒在自家房子上空盘旋飞舞，好一阵子后落在了屋子上，围绕屋宅爬行了一大圈，最后慢慢爬进了自家的大门。这条巨蟒散发着明闪闪的光芒，身上的斑纹异常耀眼，嘴里吐出长长的信子，一动不动地望着他。这可把他的曾祖父吓得从梦中惊醒。不多时，他的老伴跑过来向他报喜，孙子媳妇生了男崽。曾国藩从小都患有类似蛇皮的癣，奇痒无比，抓挠则要鲜血直流。有如此顽疾，却能控制好并静下心，成为治学大师，真的是非常了不起。曾国藩一生的最大贡献就是镇压太平天国起义，因为太平军所到之处焚毁宗庙，推倒传统神像，他们把儒家经书斥为妖书，严禁军民诵读和收藏，还专门成立了删书衙，负责删除四书五经中的很多内容。这简直是要毁灭中国文化。曾国藩显然是奉了天命去镇压这帮大逆不道的人。回望人类历史，很多在人间重大发明创造的人，其主要成就都来源于某一瞬间的灵感。比如乔布斯冥想设计了苹果手机，门捷列夫做梦发现元素周期表，
凯库勒因发现苯的化学结构，还有特斯拉、达芬奇等等这些人，他们的灵感都来自高维。每个人的命运各不相同，有的人功成名就，有的人碌碌无为，有的人操劳奔波，有的人荣华富贵，其实都是早已注定的，因为你这一生的任务在你出生之前都已经被设定好。科技越发达，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就越逼近真相。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很可能是被高维生命设计出来的低维世界，是一个被计算机虚拟场景。更高维度的生物是我们的造物主。宇宙已存在了近140亿年，而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历史才不到1万年。从统计学角度看，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内，很有可能多个维度的文明，每一个维度的生命都是由上一个高维生命创造出来的。高维生物是低维生物的造物主，低维生物都被设计好了程序，然后各自运转。这就是低维生物的宿命。比如，只要技术足够成熟，人类也会虚构出一个虚拟世界，然后就可以把很多人塞进去，让他们在里面繁衍。而当地球面临日益恶化的环境危机、核危机、疫情等等，人类就会构建这个新世界，然后移民进去，开启新生活。这不就是当年诺亚方舟的故事吗？地球发生了洪水，最后只有一小撮人才通过船只实现了逃生。用心感受下人生，是不是总是被宿命包围？它让我们无法挣脱。我们经常讲造化弄人，生死轮回，这种宿命很可能就是被高维文明设定的程序，成为了世界万物运转客观规律。在人类看来，人间的起起伏伏都是随机的，但是对高维生物来说，一切都是按照他们设定的程序在演绎，一切都逃不出他们的手掌心。先有程序，后有了世界万物。老子发现了这个程序，把它称为道。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吾不知其名，自之曰道。游戏中的角色只能遵守这个秩序，在他们眼中，程序是永远独立运行的，永远无法更改的，循环运转，生生不息。我们这个世界的道也是一样，独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为天下母。至于这个道究竟是谁编写的，老子说也不知道，吾不知谁之子。象帝之先，一直有悟性极高的人试图破译这个程序，比如中国人的八卦图、河图洛书、奇门遁甲等等，就是对这个程序的破译。当然，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只对游戏规则感兴趣，比如怎么打怪升级的，而对游戏本身的程序设计并不感兴趣。也就是说，没有几个人愿意研究世界背后的道，大家都是为了现实世界的名利而奔波。高维生命看待我们，就像我们看待一群蚂蚁一样，
看到我们整日忙碌奔波，最终只是为了一场名利，就觉得人类非常可笑。当然，高维生命也不想我们参透这个道，他们通过一系列游戏规则迷惑我们，让我们沉迷游戏规则不可自拔，而不是天天去研究游戏背后的程序是怎么来的。那么，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？我认为4个字：回归真我。每一个生命都有源头，那个源头就是真我，也叫元神。我们之所以还不是真我，是因为每个人都在修行，甚至要经历 N 次修行才能回到真我。每个生命都有出处，每个灵魂都有归宿，每一个生命在诞生之前都领了这一世要完成的任务，然后累生累世的分段完成任务。我们之所以在世间不断的轮回，就是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，这也就是我们的修行。完成了自己的使命，就可以回归真我。所以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不再为人，就是为了能回到自己的本源。我是谁？我从哪里来？要到哪里去？这3大问题是每个生命的终极问题。回到本源有2大通道，第一种是开悟，属于佛家，修成之后是神；第二种是得道，属于道家，修成之后是仙。道家修的是今生，靠的是符合规律，顺势而为，也叫合其道，不需要再做无望的努力，完全顺其自然，这就是无为。佛家修的是来世，靠的是因果关系，为了某个结果就得去种这个因，这就是发心。发心之后就要坚持初心，要放弃很多欲望，刻苦修行。然而，既然人间是一座监狱，就没那么容易觉醒。每个人生下来的时候都被施了障眼法，或者是打了封闭针，让你看不清真相，找不到使命。人间本身就是一个迷局，它就像一个被设计好的程序，程序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迷失。它会用各种表象、假象、诱饵、欲望来迷惑我们。每个人都带着使命而来，都有自己的天赋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我们都生而纯真善良，但随着长大被世界熏陶，行为被世俗沾染，纯真被物欲遮蔽，开始变得贪嗔痴，为了追求外在的认可，日夜不停地奔波，真我就被遮住了。长此以往，遮住真我的那层灰尘越来越厚，行为也越来越迷失。人人生而自由，但枷锁无处不在，只要我们还在外求，就是在舍本逐末，人生就会一直漂泊在物欲的海洋里，永远找不到可以停靠的岸，成为欲望的奴隶，被认知的监狱终身囚禁。社会上的一切仿佛就是为碾压我们而设计的，我们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，
要按照社会的标准成长，要不断地忽略自己的特点，最终失去自我。唯有回归真我，才能回归安宁和幸福，才能内心更强大，才能找到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一个人的最终使命，就是成为真正的自己。人生所有的痛苦，都是因为不能做自己。所以王阳明教人指良知，禅宗里说明心见性，哲学家说要寻找自己，心理学家说要找到真我，我们则说要不忘初心，都是为了让我们不要丢掉自己的本心。人生就是一场修行，修行的目的就是为了觉醒，找到那个真实的我，觉察到自己的贪嗔痴，洞察到自己的起心动念，这就是觉醒。人生所有发生的事情，一切过客和经历，都是为了帮我们寻找自己。人生看似有无数的选择和可能性，不过是障眼法。当你真正明白了自己的使命，它们顿时消失，真我就会显现。为什么有的人一生都在求名利，而有的人却能终生淡泊名利？因为每个生命的修行阶段不一样。那些淡泊名利的人，比如修行者、布道者，往往是因为他们已经处于修行的后半段，他们的生命之前就修了很多事了，前面几世就已经拥有过名利和地位，所以今生对名利不再那么看重，反而开始追求精神体验，不断接近生命的超脱。那些一直在追名逐利的人，比如一生为钱而奔波，信奉物质至上，往往是修行的资历还比较浅，还处于修行的前半段，他们的生命体验中还不曾拥有过这些，所以就要追求这些。当他们拥有过，就容易放得下。生命越初级，越追求有形的物质；生命越高级，越追求无形的精神。生命有3次大升级。第一次大升级，摆脱了现实对自己的束缚，不再为了钱而日夜奔波，实现了物质独立、精神独立、人格独立，成为一个相对自由的人，开始思考精神方面。第2次大升级，发现了自己的天赋，找到自己活着的意义以及使命，就像刘翔找到跨栏，姚明找到篮球一样，满腔热情地投入其中，直至做出了不起的成绩，找到了真我，并且能够从高维俯瞰众生。第3次大升级，看透了世界的真相，发现了大众的苦难，走向了觉醒、开悟、得道，然后开始度人，照亮别人的路，成为大家的一座灯塔。值得提醒的是，每个生命最终都会觉醒，只不过绝大部分人的觉醒只能在临死的那一瞬间，只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看透人生的真相，但为时已晚。而修行者却可以提前觉醒，这就是修行的意义。世界上的人有3种，第一种人占大多数，他们就是执迷不悟的众生。所谓
众生皆苦，他们就是来遭受惩罚的。叔本华说，人生就是一团欲望，满足了就无聊，满足不了就痛苦。说的就是这些人，对他们来说，人生就是受罪，他们生来就是愚痴的，经历生老病死，种种痛苦，穷苦一辈子，然后离开，然后再轮回，每一世都觉悟一点点，提高一点点，就这样一直修行。第二种人很少，他们是开悟者，他们经过累生累世的修行之后，终于觉醒，看到了人的贪嗔痴、执念和妄念，然后刻苦修行。他们通过内观知道自己的天赋所在，也知道自己的使命所在，借助自己的天赋完成自己的使命，一溜烟就洒脱地跟人间说拜拜了。第三种人更少，他们不仅自己开悟了，还要帮助众生开悟。他们看到了人们的痛苦，悲天悯人，发愿要度化众生，就在人间布道，这就是法布施，这也最大的功德。他们也因此获得巨大的福报。第一种人是凡人，第二种人是罗汉，第三种人是菩萨。罗汉和菩萨的区别是，罗汉是自己脱离苦海了，菩萨是不仅自己脱离苦海，还要帮助众生解脱，所以菩萨比罗汉高一个维度。宇宙间有一个最微妙的法则：一，动物的生生死死都是人类决定的，哪一个要灭绝，哪一个要猖獗，都是人类根据自己需要去规划的。人要想弄死一只蚂蚁，根本不需要任何道理和理由，而普通人的命运都是顶层人设计出来的，极少数人随便开一个小会，就决定了绝大多数人的悲欢离合。三，人类的斗争和打闹都是天上的神仙们派系斗争的投射，凡人在台上斗，大神在台下斗，就像木偶戏一样。常言道，神仙打架，小鬼遭殃，高维决定低维的，无形决定有形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，高维不仁，以低维为刍狗。人类社会的很多变化都是天上变化的一种投影。天上一天，地下一年，天上转一圈，地上转10圈。综上所述，一个人要想改变命运，只有3个出路：一，勤奋刻苦，打怪升级，累生累世的修行，每次进步一点点；二，成为大神的棋子，为他们所用，要么被成全，要么被牺牲；三，不断的内观，找到自己的使命和天赋，用好这2个杠杆。人的命运看似变化无常，无从把握，但是若是仔细推敲，反复探索，其实命运好坏皆有规律可循，这一生是成是败皆有道法可依，不同的出身，不同的起点，
同样努力的人会收获同样的回报，此谓之殊途同归。在相同的境遇之下，方向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命运，此谓之南辕北辙。一个人的命运不是由上天决定的，也不是由别人决定的，而是由自己决定。人若是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那么首先就要改变自己，改变心态，改变行为，命运才会随之改变。有大智慧的人都明白，改变命运的方法永远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改变自己。人生是一场觉醒的过程，人生在世，往往会被外相迷惑，困于成败，迷于名利，陷于得失。所谓觉醒，就是要打破外在虚象，提升内在境界，从而回归自然本真，领悟自然大道。觉醒的程度不同，达到的境界就不同，人生命运也会不同。人生有3次觉醒，分别是见自己、见天地、见众生。灵妖见自己，认识局限，开始反省。道德经第71章中讲：知不知，伤矣；不知之，病也。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无知是明智的，不知道自身的无知是愚昧的。真正厉害的人都是发现自身局限，不断自我反省，从而突破小我，走向觉醒的。汉高祖刘邦登基后，在洛阳举办庆功宴，他兴高采烈地向诸侯将领们挥手问道：你们说我如何能够征服天下？而项羽又是如何失去天下的呢？大臣们听后纷纷开口表达恭维之词。陛下之所以能够统一天下，是因为您赏罚分明，一言九鼎。众人滔滔不绝地赞美着，然而刘邦却摇了摇头，说道：我有自知之明，在谋略布局上我不及张良，在指挥作战上我不及韩信，在安邦治国上我不及萧何。正是因为大家的鼎力相助，才使我能够有今天的成就。功成名就之际，他连续说出3个不及。这并非刘邦过分谦虚，而是他对自身有清醒的认知。在楚汉之争中，他深谙自身能力的有限，因此从不妄自尊大，而是知人善任。正所谓人贵有自知之明，见自己，不因自身的长处而傲慢，不因短处而自卑，既不虚荣自负，也不是自己无能而自我贬低。生而为人，只有先做到了认识自己，突破自己，才能找准位置和方向，更好地把握自己，成就自己。02见天地，了解大道，顺应自然。道德经第21章中讲：孔德之容，为道是从。意思是有大智慧、洞悉大道的人，都是顺应自然，遵循人的本性做事。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天地的广阔，
自然道法的玄妙，就会一意孤行，做出违背常理、偏离大道的事，最终让自己陷入困境。曾国藩刚入朝为官时，有些自以为是，说话直来直去，做事横冲直撞，得罪了不少人，以至于他带兵打仗时，部下都投奔别处，几次战败，没有人愿意支援，被皇帝以守丧的名义打发回了老家。后来他独到不知常，王作兄才真正认识自身的渺小，顿悟大道的存在。再次为官时，他变得谦虚低调，为人处事外圆内方，做出了一番事业。曾国藩说：物来顺应，未来不迎，当下不杂，既往不恋。专注当下，顺应自然，不被杂念牵绊，不为未来担忧，不因过去悔恨，才是最高明的活法。人生之事总是难以预测，与其执着改变，不如顺其自然，这样才能收获内心的平静，从而升起智慧。03见众生，理解他人，心存善念。道德经第27章中说：圣人常善救人，而无弃人。圣贤的人擅长发现每个人的优点，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，对待别人没有分别心，总是一视同仁。修行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无我的状态，自己和万物回归一体。真正的高人明白，世间本无好坏之分，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投影，自己是一切事物的根源。历史上，在南北朝时期的齐国，有一位名叫陆小慧的人，他性格友善，才华出众，对每个人都表现出毕恭毕敬的态度，即使是普通百姓前来拜访，他也会以礼相待。当客人离开时，他亲自送行。同事们看到他这样做，不禁埋怨道：你身居高位，这样做实在得不偿失，何必呢？陆小慧笑着回答：如果我想获得别人的尊重，首先我必须尊重他们。正是因为这样，他的一生赢得了许多人的支持和尊重，政绩也远远超过了其他人。正所谓爱人者，人恒爱之。陆小慧正是以善待他人，以德为先的榜样。从见天地到见众生，是一个不断向下兼容的过程，也是一个锐气逐渐收敛的阶段。慢慢地懂得了谦卑，放低了姿态，从而获得了内心自由。所谓的见了众生，便是学会了放下，善待自己，博爱人间。只有见众生，才能见自己。宗萨钦者说，迟早你会认出，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分身，他们只为一事出现在你的世界，就是认出你。如果有人伤害你，是为了让你认出慈悲的自己，而不是怨恨。如果有人奉承你，是为了让你认出谦逊的自己，而不是傲慢。
如果有人离开你，是为了让你认出独立的自己，而不是依赖；如果有人超过你，是为了让你认出祝福的自己，而不是嫉妒；如果有人欺骗你，是为了让你认出丰盛的自己，而不是贪婪。你经历的所有事，经历都是情绪和感受；你遇见的所有人，其实遇见的都是自己。你生命中出现的人，绝非偶然，他们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什么。你经历的所有事，绝非碰巧，它把你引向某种你应该度过的人生。每个人的觉醒，本质上都会经历这3个时期：开始看见自己，学习反省，然后看见天地，懂得敬畏，最终看见众生，了悟真理。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说，向外看的人梦游，向内看的人觉醒。外在都是幻想，向外追求便会被欲望支配，浑浑噩噩。觉醒的本质就是向内求。每个人都本自具足，相信自己才是真正的清醒。不断突破觉醒，才能得真正的自由，从而享受生活，掌握命运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升级觉醒。愿所有人都能打开智慧，早日觉醒，越来越好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。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